好，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我们天选系导的新书座谈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IC 之音的静怡，大家早安哦。那非常谢谢大家莅临。当目前我们都受到了美中对抗，还有什么呢？还有川普关税政策的影响。不过，台湾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站上了全球我们地缘政治还有供应链重构的这个关键舞台。而我们天选系导这本书呢，是 DigiTimes 董事长黄清勇先生今年的最新著作。黄清勇董事长呢，在科技产业界拥有了将近40年的深入观察，这一本书就是孕育自这一份深厚的底蕴。那再从台湾和亚洲的视角出发，带大家看见在川普风暴之下，全球供应链的竞合关系到底会怎么发展？但是也不忘思考台湾如何从科技岛链走向战略锚点。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各位先进一起齐聚在这里，我们要一同观察跟讨论，在大国博弈之下，台湾的角色还有未来的走向。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天选系导的作者，也是 DigiTimes 及 IC 之音的董事长黄清勇董事长，为我们拉开今天座谈会的序幕，掌声欢迎。Hello， 科技部陈部长大中兄 Nicky， 还有很多亲民很多好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爱护。其实呢，我已经工作今年正好40年了，40年来见证了台湾最美好的经验。我常讲我是产业的 baby， 因为我回来那一年台湾要起飞了。我是1985年回台湾。1985年是个人电脑的元年，因为 Microsoft launch Windows， 因为李国鼎执政接受美国科技顾问的建议，他说：“我们不要再做 illegal 的 copies， 所以付一点钱给了 IBM， 我们就可以自称是 IBM 香农电脑。IBM 香农电脑也是1985年。1986年 Intel 推出 386的 CPU， 有一个标准的设计 ，South Bridge、North Bridge。”所以这都是台湾真正成功的关键。我呢运气太好，1984年的时候Bob Evans 跟李国鼎执政做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们台湾中小企业多，收集资料不专业。第二个，政府官员在那个阶段并不了解科技产业的变化，所以你找20个年轻人做这个事情。”我问过我第一个老板，我们这20个人花了多少钱？他说花了7000多万，而且是行政院的第2预备金。政府那时候很穷的，7000多万训练20个人，我是第20号。重点不是花多少钱，重点是部长、次长每个月到情报中心4个小时听我们做简报。其实他们也不太懂，我们也不懂，但是我们比较有时间，那我们就跟产业界一起长大。所以呢，去年大概7、8月份的时候，光宝集团的创办人宋公元他找我吃饭。他说：“光宝2025年就创业50年了。各位知道，光宝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电子公司。然后我就跟宋先说：‘宋先，1974年是鸿海创办的那一年，1974年也是神通创办的那一年。2025年是你们50周年，2026年是宏基50周年。我们第一代的创业家在那个最艰困的时代创业，并不容易。’今天大家觉得创业理所当然，或者有很多的机会，我开始去理解过去我们的背景是怎么背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科技产业？那因为 RCA 计划1974年开始 ，RCA 计划的主持人胡定华博士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从 Day One 一直到他过世那一天为止，都是我们公司董事，所以我跟胡先非常熟。有一天我跟胡先说。我说胡先生，其实您才是台湾半导体业的教父。然后他看看我，胡先生跟我怎么回答，你们知道吗？他说：“清勇我们这行业看未来不看过去的。”好，我说人家气度真大，对不对？那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非常的多。那我也去理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科技产业。所以我知道1966年台湾人均所得只有248块美金。然后蒋经国总统就跟李治
李国鼎说 ：“KT 没钱了，去弄点钱来吧。我们一年外汇缺5000多万美金，我们只有248块人均所得。”他说：“好，那我在高雄弄一个加工出口去。”所以我们就围一个篱笆，里面就是骑脚踏车做最简单的组装工作。从那时候开始，我为什么开始注意这个事情？跟宋公园有关。宋先生跟我说，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以前都是高雄加工出口区的。我说你那个同事谁？他说那个同事姓蔡，现在很有名，叫蔡明介。我说 yes。1971年的时候，台湾并没有本土的半导体公司，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注意这个事情。那我也看到世界的改变，所以呢，宋先生跟我说，他要支持我写这本书。我说我大概可以自己做，但是谢谢你支持。我希望今年这本书除了中文版之外，有英文版、日文版、韩文版。所以我前天晚上半夜回到台北，为什么？因为韩文版出版了。所以各位如果看到今天韩文版，你会很惊讶，韩国是精装本，他们认为这一本可以跟 Chips War 晶片战争，因为亚洲的角度，坦白讲，我不是讲 Chris Miller 写的好不好，他是历史学家，我是各位栽培的，我看一辈子的半导体产业，所以我有我的角度。然后呢，我也相信另外一个事情，其实常常跟我去美国的同事都知道，我常强调一个重点，矽谷人知道 AI、Big Data、Quantum、Law of Orbit， 但他不知道 AMD、NVIDIA 的晶片到底谁把它组装成主机板的。谁做 server， 谁做 rack， 谁做 cluster， 其实美国人是不知道的。这个部分台湾有最大的优势，对不对？好，金敏兄，你会不会很惊讶？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把台湾7家伺服器的制造厂，全球100个工厂，每一家工厂背后的供应商后面是谁？我们全部画了100多张的图。这个不是我做的，是我的核心干部黄义平他带几个研究人员做的，做得非常好。没有他们帮忙，我不可能有这些洞见。数字就是数字 ，insight 需要很多数字来堆积以后去做出判断，这个事情是有关的。所以各位看到半个世纪了，其实我在各位的支持底下成长。然后40年前我加入 MIC， 政府花了很多钱，我算过，我在 MIC 工作12年半，从最基层的研究员当到老板，我算一算。政府花在我身上的差旅费大概就1-2千万台币，没有政府栽培我也不可能，对吧？所以我很理解，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我很幸运，就是我现在有250个人的团队，他们可以帮我 collect 很多的 data， 然后做报告的时候我去听，至少我听得懂，我知道他们在跟我讲什么。所以我看到川普风暴、世界的动荡，台湾呢其实跟我们落在西太平洋的巨锚一样。台湾安定的，世界就安定了。这一件事情，我们应该有我们的话语权跟我们的价值主张。其实呢，我在这1个月当中，你们大概也很惊讶，我见了 Intel 的代理 CEO，3天前我见了三星半导体现任的社长。为什么我见得到？我去不是媒体的角色，我去的是产业分析师的角色，他们愿意跟我谈，我们都谈90分钟以上。所以大家知道台湾的角色变了。所以我也知道Digital的角色也应该改变。所以过去呢，我真的是斜杠的人生。我自己是台湾现在可以说了，我应该是台湾最资深的 industry analyst， 因为没有人比我资深了，他们都退休了，对不对？好，所以这句话我应该可以讲了。好，所以我也创业，当做产业顾问。我在学校教书，我写了11本书了。现在因为媒体都不太理我。我就干脆把 IC 之音买下来，所以我自己可以当广播电台，所以做这些事情都很特别。但重点是 The Island of No Significance， 看起来台湾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个小岛，但现在我常讲，台湾安定了，世界就安定了。所以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我常在国外演讲的时候，常讲一句话，我说我们台湾就像一个热番薯 ，sweet but hot。各位就同意吧？好，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角色，全球化的角色 ，local touch， 所有的产业发展如果跟本土没有关系，那价值不高。所以我刚才跟陈部长说，我最 proud 的一件事情，让我250个员工安居乐业这件事情。第二个，计利应计天下利，我赚的钱是赚天下的钱，
我有能力跟机会赚天价的钱，而且我愿意跟我们的同仁分享，这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台湾到底重不重要？从这张图各位可以看得出来，2024年台湾的1009家上市柜的电子公司加起来的营业额是9475亿美金。所以我们看到量产制造将近5000亿美金，我们看到半导体是1865亿美金。这个数字不包括 NXP， 不包括 NVIDIA， 不包括 AMD， 不包括 ASML， 不包括应用材料，他们在台湾都有上千个人。我们开始来想象一下，整个 ecosystem 对台湾的 GDP 的价值到底有多高？光是1兆美金，如果附加价值率20%，就是2000亿美金。台湾 total GDP 去年是7600多亿美金，所以你算得出来，我们电子业对台湾直接的贡献，光是上市公司可能就超过25%，光台积电就差不多10%。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行业呢？现在每天回家都看到，有人要上街头，有人要吵架，但我们花在电子业的时间太少了。各位如果知道川普这个关税对他影响会有多大，但是大家都用想象力去评论这个事情影响多大。我到美国做报告的时候，我就说，大家知道吗？去年美国进口的半导体619亿美金，不是半导体 server 619亿美金，其中墨西哥占67%，台湾占26%，这两个加起来是93%。那么墨西哥到底谁做的？还是台商嘛？如果各位知道去年中国进口的118亿美金，那么各位要知道，118亿美金里面有40%是台商，21%是越南的工厂，16%是马来西亚的工厂，这3个加起来也70几个%。那么马来西亚跟越南到底谁做的？还是台商做的？所以各位知道，桃园越来越重要，新竹越来越重要，我们整个北台湾的串联那个价值到底有多高？所以这张图就是刚才宋公园宋先生跟我谈的时候，我去整理这些资料。各位知道啊，过去1966年全世界 GDP 只有2.2兆。80年11.3兆，这个阶段是一个萌芽的阶段。80到2009这30年增加了50兆美金，这增加了50兆美金，只有2个国家真正成功，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韩国。我们从未开发中国，然后开发中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大国。现在2009到2019这10年，中国最成功，增加27兆美金里面1/3 9兆美金是来自中国的贡献。没有中国，这个阶段也不可能繁荣。现在问题来了，2019到2024，这个增加21兆美金，钱去了哪里？各位知道吗？2018年的8月份，第一次 Amazon Web Service 达到1兆美金的市值，现在有9家曾经达到1兆。你会发现8家加起来是18兆美金增加的部分，它的市值。所以钱去了哪里？钱去了这些大公司，然后呢，独占。好，所以全世界电子业进入一个新的独占阶段。如果各位知道 ，server 都是台湾公司做的，鸿海、广达、人保、伟创这些公司做的，那你会发现说，独占的市场、事业的模式、timing、时间比成本更重要。好，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路走过来，我们走了50-60年，请问一下，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这些国家打得过台湾吗？不可能，因为听都听不懂，所以看起来很像。他们是 outside in 外商贡献的，我们是 inside out， 所以接下来开始要考虑的是我们在全球5大洲怎么布局，我们在北美怎么布局。像刚才我们研究台湾7大伺服器的制造厂，您知道广达的工厂在哪里吗？好，在 Tennessee、Memphis、Why Memphis？ 因为美国内陆的航空货运的集散地在 Memphis。所以，如果你去过，你就了解。好，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跟 Arizona 的关系，我们跟 Texas、Houston 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一个产业需要一个框架。我们知道关税大战背后其实有内部跟外部的因素。内部的因素，市场怎么回应？台湾的政策怎么回应？有短期有长期的。所以接下来供应链的移动方法，我们必须知道墨西哥、东协、南亚，我们也必须知道德国跟我们什么关系，开始去理解这个事情。好，最后呢？区域分工，7寸要害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简单观，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一一跟大家报告哈。所以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美国不要怀疑美国是天，为什么？除非我们放弃民主制度嘛，对不对？否则美国就是天。但是亚洲中国是地啊，台湾是地啊，那谁是人？这些人是人啊。
魏哲家好可怜，对不对？台湾人要面对这，因为我无法回避嘛，我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想让台湾看得见台湾，我们可能会面对哪些问题？投资美国的得与失，我们怎么去深入美国，怎么去布局？当大家都说投资美国可能不 justify， 好，那你总不能随口乱说嘛？我现在跟各位讲，美国的 GDP 只有 10% 是制造业，它的 consumption 占它68%，台湾的制造业占38%，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太多出口，而是说内部的交易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讲内部交易是 B to B， 以前我们都认为国内市场不重要，这是错的。我们要协助 NXP， 我们要协助 Infineon， 我们要协助这些公司在内部做更多的交易，减少出口的流程。那个方法是什么？那个才是我们的价值。那么我们的桃园就有更高的价值，我们新竹有更高的价值。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这些问题嘛。所有的方案都有利弊得失，见缝插针太容易了。现在很遗憾的就是台湾的媒体都在见缝插针，他没有真正研究这个事情。谁应该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所以呢，多元架构底下，我就开发出这个9宫格的方法。我说，天地人，人就是台湾嘛，我们应该从 supply side， 关税大战对供应链影响，敏感的产品是什么？如果各位知道，去年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261亿美金哦，光2024年。很可怕。如果各位知道台湾的主力产业，什么造船、化工、纺织、成衣，通通躺平了。但是去年资通讯产品的出口成长59%。That's why 我们去年对美国暴增。为什么？因为敏感性产品回台湾。我本来在期待第一个礼拜可能是总理的对话，比如说石破茂或韩国的韩德书这些总统跟美国打交道。好，我本来期待第2个礼拜以后开始会有不是网络科技巨擘，包括 Microsoft、NVIDIA， 包括 AMD 这些公司的老板会去跟川普打交道。为什么？如果 charge 台湾太高的费用，真正出问题的是美国。同样的道理，如果各位知道去年9月开始，韩国变成台湾第1大贸易逆差国。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太多伺服器，就必须跟韩国买 HBM。那我们也课征韩国很高的税吗？那我们就伺服器就不要做了。一样的道理，完全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不能用工业时代的观念去思考数位时代的问题。所以 supply side 有这些问题。那 demand side 呢？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核心战略是什么？边缘运算、中国式的创新这些东西，中国现在最有优势的就是差异化的事业模式。这一点是其实我在1个多月以前接受美国银行的邀请，我到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一坐进去很感慨。各位知道我感慨什么？2个，第一个坐进去我发现所有新创公司老板我最老，第一个；第2个，所有的新创公司老板我最穷，看得出来。What's wrong？ 台湾的新创我做了40年了，所以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国内价值创意价值不高。当黄仁勋说 AI is eating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可 hardware also eat AI。前面2个我同意，那第3个，硬体能不能吃掉 AI？ 有没有可能？做不出来就赢了嘛？我们如果知道一个 production line 3奈米、2奈米需要2.5年，需要280亿美金，他不可能马上做完。谈一个 deal， 我问过宋先生，他告诉我 cooling 冷却系统，谈一个 project。就 data center server 冷却系统也需要2-3年，一样道理，我们每个都需要很长，对不对？那谁怕谁？应该是这样子，除非全世界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太骄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很有自信。所以我只是跟大家报告，当我们发现 NVIDIA 除了 HBM 找韩国之外，其他全部在台湾手上，请问一下他会找谁？所以我这2天在干什么？在看京畿道，所以我就给自己封了一个官，叫京畿道行走，就是走来走去。京畿道是最像台湾的，它只是密度没有我们高而已，对不对？各位看到首尔到水源华城、仁川机场，他们现在大部分在松朗，就是喷塘这几个城市，好，潘口这几个城市都是非常重要的科技重镇。我们跟韩国有什么关系？我们开始发现，韩国跟台湾从过去的竞争，慢慢迈入到新的合作的阶段。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跟大家谈。我在中国旅行，最喜欢走这一条路。好，
绕着黄河河套。为什么写这条路？我缩短一点讲，就是各位知道，王维有一首诗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南。”各位可能不知道萧关是干什么的。萧关就是从西安要往西走的时候，往北经萧关可以到银川，好，往南经过大散关到四川。这一条路呢是安稳的路，这条路谁选的？唐玄宗选的。他年纪大了，安禄山知道他往南逃难，他儿子走这一条，然后这边打过去，然后中兴唐朝，你选哪一条 ？Up to you。好，萧关逢候骑，他碰到军人，王维碰到军人，那军人告诉他说啊，我们的将军都护这个将军现在在燕然乐石济公，那你要选哪一个？那各位知道，楼船夜雪瓜洲渡，秋风铁马大散关。中文的文字的优美，大家如果重新体验一下，它在新的产业战略里面也有一定可以的解释的空间了哈。时间关系，我就没办法跟大家谈。我希望说，我每一年都有机会写一本书。这书呢，我不希望旧调重弹，我希望每一年都找出观察产业变化的重要一些趋势。那继续跟大家分享，我想一辈子做这个工作，我也很快乐，乐此不疲，虽然辛苦。好，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我们，谢谢董事长的分享哦。刚刚提到了，面对未来，其实我们大家不需要再用想象力去想象、去面对，而是有我们坚实的像数据分析，还有比如说我们贵宾多年的经验。今天呢，在这里就会一起分享给大家。而我们今天的座谈会也会在5月的时候以英文版的形式在 YouTube 上呈现，让全球各地其他也同样关心台湾科技产业发展下一步的企业或个人都能够同步了解最新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先邀请我们的董事长先入座啊。这座谈会我们还为大家邀请了2位重量级的来宾，和我们的黄金勇董事长呢一起对谈，就是在川普风暴之下台湾科技产业的下一步。所以我先来介绍我们第一位来宾，是我们台湾大学名誉教授，也是我们的前科技部部长陈良基教授，掌声欢迎。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李大中所长。好，我们3位请坐。好，那在对谈开始之前我们先邀请我们的贵宾，我们的陈教授、陈良基教授和我们大家分享几句话，好吗？好，谢谢。首先要恭喜黄社长，他比我们摩尔定律还快。摩尔定律我们2年一个世代。那这几年我看黄社长是1年一个世代，1年1本新书那一本书还没消化，新的书又出来，所以实在是，但是也是我们的福气，就是我们因为有黄社长这么多年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分析，才能够让我们在他的这个基础上面能够往前来迈进。那我要特别提就是说，我在内阁的期间，其实那一段负责科技产业的期间，黄金荣社长是我最佳的。也是让我能够看到未来的这个最好的顾问。当时我每一季都要请这个黄社长来指导我，他看到的趋势是什么？所以很感谢社长把这些经验，现在不只是对我们格言，而是能够放在书上，让更多人来享受。我是很enjoy 看这本书，所以今天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亲自来向我们的作者致敬，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谢谢。谢谢谢谢陈良基教授的分享。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李大中所长也和大家分享几句话，好吗？好，谢谢，谢谢主持人，社长、部长还有各位先进，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也是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参加今天的新书发表会。那老实说，在今天来之前，其实我比较早也比较幸运，就有机会能够拜读这本书。那我也在家 K 了一阵子，那老实说也很多的收获。那因为里面有很多新的一些看法洞见，我想都是对台湾的未来非常非常关键。那今天更高兴的地方是我能够坐在这边，除了分享我的一些浅见跟观察之外呢，应该也有机会能够亲自请教董事长、还有部长、还有各位在座的一些很专业的一些意见。那我再一次感谢有这个机会，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好，我们谢谢李教授的分享啊。其实今天的对谈呢，我们会从国际的战略局势，然后一路谈到了科技供应链的应变啊。那不过我们先从最近大家当然都所有媒体都非常关切的，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公布之后呢，所有的企业都在问，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做哦？因为其实大家企业的计划早就已经制定了，可是新来的变化当然就让大家需要及时应变了。那刚刚我们先听了很多黄庆勇董事长的深入观点，所以呢，我们先从国际战略的局势这个角度来切入，所以要先请教我们的李教授哦，就是说从您长期观察像是国际的局势，然后还有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有您长期的这个关注跟追踪啊。在这个角度，您会怎么去解读川普他从这一次公布了对等关税措施之后，紧接着马上又告诉大家要暂缓部分对等关税做90天的这个应变啊，您会怎么解读这件事情？那在其中台湾要注意的风险有哪一些呢？好，谢谢。我想大家可能各位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可能跟我的感受差不多。第一个是川普，我们对他完全不陌生因为他1.0的时候，老实说他被全世界开始关注，应该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那老实说2.0它里面所关切的重点它的一些所谓的它的一些中心理念，还有核心的一些所谓的价值观，其实都是一脉相承。他现在所讲的就是他1.0时候所做的，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这一次的动作比较快我们中文有时候讲说这个快准狠就是准不准还不得而知，但是是又快又狠，它的速度比1.0时候来得非常快。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川普1.0执政的时候是在2017年1月20号就任，当时其实他所关注的重点也就是中国大陆，但是他跟中国大陆那时候交往，其实有一个以那时候来讲是快速的变动，但以现在来讲其实没有什么。怎么说？因为2017年1月20号就任的时候，其实美中关系是有一些起伏的，感觉起来是开低走高因为川普在1月20号就任之前，其实就对中国发表很多政策，被北京视为是高度的不友善。但是在2017年4月份所谓的海湖庄园峰会之后，那一场峰会，美国定义为是非正式的峰会，其实这是个美国常做的一个方法，就是非正式峰会代表说我要跟你建立关系，我要多了解你，而且我们很多互动其实没有太多人，就是亲信。在海湖庄园峰会之后，看起来美中关系已经是怎么讲，已经定锚，因为华府跟北京共同宣布4个对话的机制其中包括叫做全面经济对话机制。然后呢，到年底的时候川普非常非常风光的访问北京，是一个国事访问的规格。在整个2017年，有没有那个贸易战风雨欲来的感觉？有，其实都有蛛丝马迹。可是整个大的氛围让大家误判，甚至我相信对于中国大陆当时的一些学界而言，都认为云淡风轻。可是事实不是如此，因为川普所开出的很多条件，他认为北京没有真正的接受，他没有真正做的所谓的让步。所以在2018年之后，这个贸易战就是非常的快速席卷而来有点是猪羊变色。那这一次的美中的接触，我刚刚讲快准狠，它的步骤它的节奏比上次快得非常多。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的一个重点是他怎么说，他有点不分亲疏，所以当他很早就宣布说要在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4月9号4月11号4月13号他分别有一些新的一些说法，这就是印证我们所知道的川普大的方向，他最重要重视的一些想法包括大家都占美国人的便宜川普又那么的锱铢必较，不管是安全经贸都是如此。这一点其实1.0跟2.0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他有些做法是还是有些比较，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即兴式的一些成分，那有些还有他很个人的一些浓烈的色彩在里面。那如果根据美国媒体的一些爬书，很多的最后的决策拍板定案，
可能是在他宣布不久之前，还要取决于最近的时间点里面，他跟哪一些核心幕僚谈过话。所以看起来他的方向大概我们摸得很清楚，但他整个的节奏跟整个的策略执行起来，其实有一些且战且走，或是我们所说的动态调整的这种成分在。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调整？最主要原因就是关键的时刻，哪些幕僚、哪些企业界的大佬的说话影响了他，还有市场的反应，还有包括美国民意的反应，这些会视为是一个他做最后政策变迁的变数。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现在日本是几乎是第一个很明确，而且是在镜头面前就近华府去做谈判者，所以有些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借鉴，或是有些蛛丝马迹可循。但这一次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大家如果注意到日本政府的公开的讲法是，石破茂内阁是有点意外的。他说他们没有预期他们的内阁大臣会在这一次直接川普就进来跟他面对面谈。当然因为这位大臣他所谈判的对象还是川普的经贸团队，从贝森特、卢特尼特到 USTR 的贸易谈判代表。但是石破茂有点故意说，如果我知道这一次就会见到川普，他应该这次就会来。那还有一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也许可以供台湾做参考，因为日本对于美国的经营是非常深。那我们台湾跟美国的接触虽然是很密切，但是我们有些先天的障碍，就是我们这个没有官方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做法跟接触会有一些表面上的障碍。但日本不同啊，日本是美国的最重要在印太地区的盟国，所以石破茂在川普上任之后，他其实很早就想要直接跟川普接触。他是第2位进入华府白宫的外国的领袖，第1位当然是川普的好朋友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可是在上一次日本去美国谈的时候，基本上一般判断是日本达到初步效果了，因为谈得非常多，而且石破茂投其所好，当众在媒体面前1兆美金的大投资，虽然这里面可能真正新增的不多，但看起来是满足美国的需求，而且正面呼应这个川普非常在意的这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的开采。所以当时我看了一些美国的分析，包括美国前官员的分析，认为石破茂基本上达到目的，但是没有想到在对等关税宣布之后，对日本又是第2次的震撼。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川普的一个重要的谈判风格。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川普从去年选举对台湾所陈述的所有的话语，其实基本上不外乎3件事。第一件，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不足，自我防卫投资不足，你不能老是想要搭美国的便车。这我相信是他的国安团队非常在意，未必是直接的经贸。第2点就是台积电晶片抢了工作的机会，这一点在3月初当台积电到美国跟川普共同宣布决定的时候，我们也看得很清楚。那第3点其实就是对美的贸易逆差，所以这3件事情就是川普自己念兹在兹，而且这3件事情是他会独立来处理。那基本上不会说哪个议题台湾做的特别多，其他2个议题就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台湾大家都说我们的谈判的筹码是什么，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利基，那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也不能很明确在重要的磋商之前那马上对外做一些公布，但是我想对我们政府来说这几个事情应该都是要一起来做一个主要的考量。那日本是打了第1炮，但对日本而言，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因为从石破茂整个内阁刚才的反应，我觉得已经讲得出来。那还有就是川普的风格啦，我觉得会影响到很多。那包括我们一开始判定他团队里面的说法，还有哪个是川普真正在意的时候。外界的揣测很多因为最关键的一个议题就是，我相信大家这一阵在媒体上也注意到，关税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还是兼有之。如果从他一个很核心的亲信内瓦罗来说，因为内瓦罗影响川普其实1.0就有，那内瓦罗是真正在川普团队里面非常
重要的官员，那也是非常对北京强硬的对中贸易战略对中战略竞争派的主要的成员，所以他在这个要执行对等关税之前的一些媒体投书，他特别讲的地方是，关税就是改变既有经贸制度的重要的工具，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谈判的筹码，就是关税本身。但这一套的说法是不是等同于其他重要的官员，不管是财长，不管是商务部长的想法，其实有一点谈判上的有一点这个口径上的落差，就没有那么统一。但是从4月号宣布对等谈判，4月9号说暂时把关税降到基础关税10%，90天的这个缓冲期，我们如果去看美国官方的讲法，感觉起来其实一定有一大部分的比例是关税本身是筹码。怎么说？大家还有印象？一开始白宫发言人说，有50个国家已经在跟美国积极接触，好，有的是视讯，有的是通电，有的是希望寻求直接的对话，有的是在飞机上了洛伊舆图啊，往华府的路上。从这点来看，50国、60国、70几国，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其实我认为关税对于川普自己来说，还是有很大比重的是一种谈判上的一个筹码，他是希望你来谈。那我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再讲一小点。我认为川普目前政府来说，对全世界这么多国家跟他谈，包括我们台湾，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先后顺序。因为以过去的经验来说，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位前贸易谈判代表美国，他有公开的讲法是说，其实这是非常艰巨的挑战，对美国的 USTR 美国的联邦政府。为什么这样说？川普1.0的时候，当他在修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整个谈判过程花了8个月，再从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把它转变成符合川普的这个美加墨贸易协定，整个的谈判将近快要2年。所以目前来说，有这么多的国家等着排队跟川普谈，可能多数的国家是一个初步的，就是一个初步的，大概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协定或是一个共识而已。但这里面川普可能还是会锁定比较重要的国家，来花更多的时间慢慢去周旋。因为 USTR 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他有公开讲，他说我的团队是24小时日夜在作业，200-300人。那200-300人是多大的团队？很大。但是你如何去平均分配在这么多的美国的贸易的谈判的这个伙伴或对手里面，其实是个巨大工程。好，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是对台湾的一些所谓的启发或借鉴。啊，因为目前来说，当然很多一些谈判上的一些机密啦、策略啦，当然政府一定会有。我相信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来猜测，应该会有一些它的，当然底牌不能掀，但是要让国内、让民意、让老百姓心安，说政府应该有一个很万全的一些对策啊，所以我想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会有比较更多一些讯息。那以上先简短说到这边，谢谢。谢谢啊，我们谢谢李教授的分享啊。其实李教授快速的从像是川普跟其他国家的近期的互动，然后还有他们整个内阁的政治团队里面的特质来和大家分析哦，提醒我们要注意的点。接下来我想要请教陈良基教授啊，其实教授，我们台湾的业者面对了新关税的冲击，到底要怎么去制定因应这个风险而要重新制定，比如说科技战略计划，或是供应链重新配置的计划？您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点意见呢？好，谢谢。其实这是一个大哉问哈。那我熟悉的其实只有科技产业，所以也很难说真的就这么大的议题给大家。就是刚才李教授讲了很多，那我倒觉得说，这个我们黄社长这本书其实已经给了很多解答。就是如果真的要布局做未来面对川普人都做，而且书里面已经有够多的这个资讯给大家。因为正好我在内阁的期间，跟川普1.0几乎是重叠，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这个身在其中，被他搞得这个当时很多科技的政策也配合这个中美的战役，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那我是觉得，一个是刚刚提的，就是说每一个产业的形态很不一样。像昨天晚上正好我跟
大概将近20个企业主在转上去参叙，就要谈最近这一波嘛。那不同的产业真的形态不同，有一个产业就说，一开始这个关税一宣布，几乎美国那边马上就断货，所有订单全部暂停。结果等到这个关税一暂时实施90天的，这时候所有的这些客户哇一直催出货，希望90天内把所有的货赶到美国去。所以这个的变动就是是没有办法你用一个所谓长期策略来做啊。可是某种程度，至少在我接触这些企业主的这个做法里面看得出来，我们以前常常强调的台湾的产业的特质就是非常灵活。这个灵活性就是因为灵活性，所以我们掌握这个供应链的这种速度跟变化其实是够强的。我觉得企业主看起来就是不同的产业面对它这种供应链的变动，他们掌握的速度是非常快。那我也简单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有一些合作案，特别是蔡总统新南向的过程里面，我跑了几个新南向国家，那时候也有策略性的想要扶足这几个某些我们比较友好的新南向国家，帮他们建制类似科学园区的平台。那因为科技部有很多年的这个科学园区的建制的经验，那甚至有这个就是越南有一个园区都已经谈到要进入，我们整个团队要过去帮他做规划的时候，突然就是中美战一开始以后，才没几天，大概1-2个月的过程，那边的局长就打电话过来说啊，这个我们可能不需要了，因为他土地几乎都被这几个这个企业主马上把它抢光了。我前年还有一次再去越南，他们请我过去，那个副总理胡请我过去再看一次的时候，我看哇，真的是所有的土地都已经，那其中有绝大部分是台商，所以我倒觉得说台商在整个策略经营上面，我是觉得是相当不错。那我唯一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唯一想要修正的就是说，我们黄社长一直在讲啊，现在过去这个是台湾最好的时代，我习惯讲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将来面对其实是对台湾来讲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时代，这也是我多年前开始推 AI 的感觉啊。做科技业，我们其实一向都是这个将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转变为可能，所以我们从来不看过去怎么做，想的是说，当我科技的突破能够一路往前，变成是全世界这些产业跟人性所需要，我都可以帮你满足的时候，没有人会把你抛在一边的啦。所以那也是那时候在看到这种美中科技战的时候，我就一直强调说，台湾要尽快把 AI 的布局做好。其实你根本不用管这些战役，因为将来这个东西全是要的，那你在哪里，他都要来找你。那重点只是说，你当然会有一些地域的相关性，可是掌控权是在我们手中。所以我如果是真正对科技产业来讲，我觉得你的重点可能还是回复说，你的科技为什么科技产业是需要你？如果哪一天这些不需要你，到哪里都没什么用。那所以重点可能还是要回到说，科技产业的趋势到底在哪里？那你怎么去在这个变动过程里面，你善用全世界的资源为自己所用？这个就为什么说刚好在魏哲家去美国宣布那个事情，我有一些事情在跟他谈，那我就非常支持说，你就是因为当时3奈米开放的时候是我在任的时候，那我支持说你应该赶快去把这个至少 N2、N-2世代的东西，你要尽快贴近市场，因为你只有跟市场一起这个贴近的时候，你在这种竞争过程，你这种技术是可以继续掌握优势。可是 N 就是比较前瞻这些世代的技术的开发，你要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敢做，那你就永远不怕任何什么地缘政治，根本不是你担心的事情。你唯一要担心是，当全世界有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你没有把它整合进来，这是你最该担心的事情。因为还是回到人嘛，人都要过生活，人都要这些科技来帮我。那你只要站在这个科技的前沿，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你也可以看成说，也许有一些小的波折，可是大趋势是在你手中。我觉得整体的科技产业，我还是建议说，你不用担心这些，你要担心的是说，你在整个科技的进展过程里面，你是不是真的抓到科技的趋势？因为刚才提到说，所有这些新的产品
从你 hook in 开始要 design 到 deliver， 至少都是1-2年的这个 lead time。你只要抓住这个 lead time， 那近期这些变动，其实对你来讲，你有困难，其实所有的同业都有困难。那你只要跑得比同业快，你担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过程里面，大家真的可以比较放心。那如果你还是有点担心，那我们的书名副题不叫做川普风暴下的科技岛嘛？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看一看，你应该可以安心。那就是回到专注你的本业，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科技产业该做的事情。好，我们谢谢陈良基教授的分享啊。其实教授刚刚提醒我们，灵活是我们不变的优势，而认清大家自己企业本质，你的竞争优势在哪里，才可以让我们自己的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哦。那刚刚前面我们谈了比较多风险这一部分的内容，不过其实从台湾过去特别是科技产业界的这一路的发展，大家应该也可以认定的一点是说，每次碰到危机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们的转机开始，也就是我们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所以在川普目前高举美国优先的这一面大旗同时，其实很多人当然就会想说，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不过这也是全球市场重组的新契机开始。所以从这里的话，我也想要先请教，就是我们李所长啊，所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地缘政治角度切入，我们台湾在现在这个局势当中，所以刚刚您提醒到有一些风险是大家不能够忽略的，但是机会同时也是并存的，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同时有没有可能台湾在这个时候会成为更关键的角色呢？是，我觉得我还蛮同意刚才部长所说的，就是我们要站稳脚跟了。那如果我们保持一些我们科技上的一些优势啊，比较容易立于不败之地。那现在就是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美中战略竞争的大局啊，影响到全球。那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怎么讲独善其身啊，一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一些影响。但我也相信了，就是老实说，我们也没有悲观的权利啊，因为挑战跟机遇是永远是并存的啊，通常是一体的两面。那台湾能够做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在美中战略竞争白热化，其实我会把它定位成2018年川普1.0的第2年。在那之前跟之后，其实台湾本来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只不过现在环境有些新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过去一直说我们愿意做一些区域的这个秩序的维护者啦，啊，我们可以贡献更多到国际社会啦，因为台湾的发展，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努力之外啊，也包括国际社会也培养，也给予我们很多的养分啊，或是说一些在刚讲科技创新啦、数位转型啦、永续啦。啊，这些我们本来都可以做。那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当然台湾自己的生存安全，或是一些比较两岸和平的稳定，这些台湾也可以做。那现在最重大的变数哈，就是2018年我刚刚讲的这个美中战略竞争比较白热化，我会认为它是个元年，而且一旦进入了，我认为回过头来机会几乎是不大。那有些人喜欢把它称为是新冷战。如果我们去看很学术性的讨论，有人是专门研究冷战的，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它叫新冷战，或是为什么叫不是。但我觉得这些已经不是太重要，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长期的美中战略竞争这个大的一个脉动里面，无法脱出。那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第5章我是蛮有感的哈，因为我特别摘录几句话。这个社长所写的啊，他说台湾能够持盈保泰这么久的时间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得力于我们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第二个，后天的勤奋努力，当然也包括我们一些过去这么多年来前人的智慧。第3个，大势所趋，这里面讲的应该是客观的环境。我觉得我这个是非常有感。那还有呢，刚才 PPT 上有讲台湾的天与地。美国战略竞争，台湾、中国大陆，我们能做什么？那社长在书里面有特别讲到说我们的自主性，或是刚才部长所讲的这个所谓的弹性，或是说我们这几年不管是美国国际社会都很喜欢用一个关键字，包括我们自己叫做韧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一个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韧性。那这里面当然我刚刚讲美中的这种战略竞争，
的这个压力对台湾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唯一受到这样压力的国家。我们回顾一下，从川普 1.0 到过去的拜登执政的已经是总共8年嘛，现在迈入第9年。其实多数的国家会承受到一些美中战略竞争的压力。那讲白话文一点，就是可能有些时候会感觉到，华府希望台湾能够选边，美国的盟友能够选边。日本能够更坚定的跟华府在一起，韩国也是。那更多的时候，他可能希望是说，美国的好朋友们、美国的区域伙伴、美国的这个欧洲的盟友们，能够大家一起来，能够去支持美国所领导的社会这国际秩序。但现在比较重要的地方，是因为川普的世界观稍有不同。因为过去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意思是说。2战之后到现在，今年刚好是80年，今年是联合国创建80周年。这个过去的80年里面，其实美国就是这个秩序的创立者，最重要的创立者，也是目前我们所看到主要国际机制的维护者跟提供者。他提供了很多的公共财，包括经济经贸的自由这个秩序、自由市场、开放的贸易、安全等等。但现在这套秩序，可能川普的看法不同。他的看法是说，美国不应该付出这么多。他认为美国应该更加持盈保泰。他认为，包括现在对日本，他媒体里面所提到的3件事。第一件事，驻日美军的这个基地分担，这1.0的时候已经谈过好多，但川普认为说不够。如果要我保护你，要我付出更多，你其他地方必须有所回笼，有所回忆到美国身上。汽车零件，第3个就是美中的贸易逆差，所以他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大的局势。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过去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会对所有国家喊，这个制度里面大家都雨露均沾，但是我可能是最重要的领导国家，但如今现在的世代已经可能不见得一去不返，至少在这4年，美国的角色是如此，所以代表说我们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多。我们可能必须认清一个是，目前我觉得最重要的局势还是美中的长期的战略竞争。这长期战争竞争里面，包括欧盟，包括东南亚国家，包括中亚，包括非洲，包括拉美国家，其实都面临到其中，而且这战略竞争是非常全面性的、全地理的，而且各个领域，包括科技是目前最重要的关切。所以我们的活动的空间会变得比较少一些。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做法，就像刚才投影片有讲的，我们还是要广结善缘，但是呢，我们尽可能保持我们比较大的一个自主性。但是美国对台湾还是影响非常非常的这个洞见观瞻，所以在很大程度之下，在这几个面向里面找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但最重要的地方是我们的本是什么，我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这很关键。因为我最后再讲一句话，以美国而言，作为世界最重要的领导国家，其实基本上它的一个优势是有形的，有无形的。有形的是我们特别容易看到的，一般人来讲的硬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包括军事，包括一些科技创新等等等等。但过去很多年以来，我们也听到一个叫软实力，或是软硬综合叫做巧实力。那这里面有包括制度的优越性，就是那种近越原来的能力。我如果对你有吸引力，你自动就会觉得美国是很棒的国家。还有包括一些文化上的这些力量。但因为现在川普比较重视的是比较能够抓得到、看得到的，所以他在衡量所有的议题里面，包括各国，包括台湾，对他来说是不是能够达到好的交易，他所看重的就是实际的数字。所有的一些你跟他之间的关系，都能够转化成他认为符合他想要的这些数字，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最后一个地方就是
以美中而言哈，因为我觉得现在来说，比较难以判断是目前美中的走向，啊，因为当这个大家关税都暂时执行90天之后，唯一就是中国。那这符不符合美国的那个标准呢？美国说，只要你对我提出反制，报复性关税，我就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欧盟也准备好，但是欧盟目前是暂时谈判。那美中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做判断的地方是，因为如果根据过去的经验来说，它有时候会有一个突然间的柳暗花明，或是在一路很顺畅的时候突然触礁，然后整个急转直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判断地方。所以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刚才社长在书上里面写的，我们在心态上，台湾要积极分歧，以小博大。但是对于整个大局的判断，我觉得要步步为营，好，如履薄冰，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讲法。谢谢。好，我们谢谢李教授哦。步步为营，如履薄冰。不过，我们拥有了自主性、韧性，还有弹性，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请教我们的陈良基教授啊。其实，台湾产业面对这个新关税的冲击，大家也都努力的在调试。不过，从其中的话，我们还能够怎么看见新的契机？可不可以为我们点亮一下明灯呢？我觉得应该这样看，就是刚黄社长也特别提到，台湾资通信走了这个40年、40-50年的期间，其实建立相当多的这个产业的优势出来，而这些优势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企业的领导人陆续这样往前走，所以某种程度这一波的变动，台湾的企业本来的灵活性，其实是可以更善用这一波灵活性，也就是说，你只要跟着这些供应链的移转去移动，那短期当然有一些波折，我还是必须要提。但是长期来看，对台湾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说，以往我们的供应链某种程度不太容易走到国际去，但是透过这一波的变动，包括台积电的供应链也是的，那以往大部分是在国内这样经营的企业，其实因为你在台积供应链里面，其实有机会你是变成是一个国际供应链的一环。所以长期来看，台湾以前的人才，特别是这几年我们的高科技产业的鼎盛之后，我们的年轻一代几乎都守在台湾。那相对这一波带着他们出去以后，他们可以有机会在国际的这个历练。其实长远来看，我觉得这个转机对台湾是相当好。就是只要台湾能够在短期内维持这个动能，那透过这个灵活性维持足够的动能，长期来看，只要这个产业持续往前迈进，特别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科技产业透过 AI 这一波的冲击 ，AI 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碰过，让我们能够能力这么强大的工具，它对人类世界的改变绝对不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可以看错的。那也就是说，全世界将来对 AI 的依赖绝对会越来越重。那台湾站在这样的角色之下，我觉得适当的这个leverage 国际的资源，对台湾长期来看，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所以重点就是短期撑过，长期台湾能够顺着这一波往前迈进的过程里面，把产业链适当的延伸出去，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好，我们谢谢教授提醒我们顺势而为，顺着这个全球的局势，我们让人才有了新的流动。接下来想要请教我们的社长社长在台湾电子产业来看，您觉得下一个机会会落在哪个地方？我想我在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还记得，我上面写了《孙子兵法》的一句话，它叫“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大势所趋，大的趋势是什么，那你就可以掌握你应该做什么事情。那如果大家同意未来2-3年可能是高风险期间，那么会有新的投资吗？其实我们的对手并不明显，坦白讲，所以只要持盈保泰，知道怎么去调整你的布局，我想就有很多的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看到川普新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到全世界主要工业大国。日本、德国这些工业大国，甚至荷兰这些大国，他们未来策略的走向跟选择，比如说主权 AI，
各位理解吗？在过去几年当中，全世界的品牌价值大幅降低。如果各位理解，手机品牌有那么重要吗？如果各位理解，现在买 server， 你真的会去选世界知名的品牌的 server 吗？为什么台湾的广达、伟创、鸿海这些公司最近的表现非常好？而且因为智慧制造的关系，因为台商返台的关系，反而附加价值大幅提升。所以我们开始看到很多新的机会。好，最后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也支持大中教授刚才提到的，可能美国或者川普念兹在兹，针对台湾的3个重点：国防自卫的能力，第2个 TSMC， 第3个逆差。那我觉得第2、第3比较接近，好，因为就是基本上产业结构的问题。其实呢，我个人的看法，政府必须有这个弹性跟那个眼界跟那个气度，去想象一下最糟的情况跟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坦白讲，如果各位知道，我们刚刚做完调查，我们的负责研究的副总黄一平做的调查，今天早上他传给我的，我先看了几页，看到什么？就是到2030年为止，全世界半导体设备市场的年均成长率是8.4%。好，重点是，如果 China 的 GDP 成长只有1%，China 会跌到多少？那对 ASML 对应用材料、对 Lam Research、Advantest 这种世界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它的影响到底会到什么程度？如果各位知道，去年 ASML 的营业额36.6%来自中国，如果剩下10%，全世界供应链结构会不会有一个非常破坏性的改变？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又是什么？所以，其实我很务实的去想，如果政府愿意花时间去研究一下，好，我们全部开绿灯。假设全部开绿灯，就是让台积电用最大的能力到美国设厂。假设我们开绿灯，让鸿海、广达、伟创、仁宝这些公司到美国设厂的时候，也是全部开绿灯。我们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坦白讲，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当我看到那个鸿海在美国的 server 工厂在 Wisconsin， 那个跟过去有关系嘛？所以我一看，对不起哈，清明，我看一眼我就记得了，不是我记忆力特别好，因为事关台湾产业的战略的竞争优势，你就必须看一次就记得。所以我知道 Houston 有工厂，我知道 California 有工厂，我知道 Pegatron 刚刚在矽谷落成一个新的基地嘛。好像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牵涉到国家战略很重要的环节。请问一下，我们的谈判代表如果从来不会出现在科技场合、科技业的场合的对话的场合，他凭什么告诉我国家战略应该是这样子？好，我不针对特别人，我针对的是说，我们这个小国，如果我们连国家战略形成的方法、think tank 的组成都有问题，都没有好的概念，那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用 complain， 不用 criticize 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为什么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告。我40年前 join 这个团队 ，join MIC 的团队，我是最菜的一个，我坐最后一排当见习生，最后我当老板，我只花了10年，我36岁就当 MIC 主任，那个过程是什么？我看到了李国鼎会跟我讲什么话，他看到的眼界是什么？在困难的时候谁敢做决定？其实那个陈部长我跟他当部长的时候，我们合作过很多次，因为他有人跑来找我。他说：“金友，看产业要更广嘛，好，我也许需要你帮忙，你给我提一个建议。”我跟他说，每一个 quarter 帮你做2个小时简报，一个部长，因为他忙得要死，不可能当部长忙得要死，他不可能自己 collect data， 他需要客观的人。我还很好意的跟部长讲一件，他马上就说 yes， 我们做这个事。各位知道我做什么建议吗？我说。我做1个多小时简报就可以了。我每一次找3个老板旁听，然后他们 comment 我讲的对不对，这样比较公平嘛。他也不用偏听，对不对？所以我帮他做了2年这样的工作。其实国家需要一个好的机制，这个钱很少，但是不要每次都跟我们讲100万公开招标。好，时代变了，还在谈这个事情，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各位如果知道4月2号 Trump。宣布新的关税嘛，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脸书一发，我说应该有些什么新的看法，你知道谁跟我联络？张善政跟我联络。你知道我怎么回应他？
他说你给我一点建议。好，我就跟他说，市长，你知道桃园是全世界最大的伺服器制造中心吗？他说知道，因为广达嘛，因为英业达、大西厂嘛，因为 Supermicro 嘛。第二个，桃园是我们唯一真正的国门嘛，因为我们有 logistics， 对不对？第三个，你是全世界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最懂 data center， 他是超级电脑中心的 founding director 嘛，他做过 Google 台湾总经理嘛，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人的背景，他能做什么事情。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同，当你要从头来收集资料，对不起哈，太累了吧？所以我们现在今天特别我们同仁说推荐李大东教授来，我说我很赞成。我们跨业需要沟通一下吧，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不同行，对吧？我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好，但是我们的专长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开始台湾需要从更宏观的角色，知道各国当他们在强调主权 AI 的时候，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因为各个国家当美国跟他们之间的信赖降低的时候，主权 AI 就更重要了。Data center 怎么建构？好，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红海广达人保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它就不是品牌的问题。所以我特别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第三能扮演的角色，我常常说我们不需要独家新闻，但是我希望有好的新闻。所以大家新闻定位就可以，不用一起竞争嘛，好吧？我的补充到这里哈，谢谢2位，特别大中兄跟部长哈，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哈，所以谢谢大家在座很多人的支持，好，谢谢各位，谢谢。好，我们谢谢社长的分享哦。今天呢，带着大家一路这样听下来哦，除了危机，当然也有转机，所以呢，有风险也有转机嘛，所以新的机会呢，我们邀请大家要一起把握哦。当然，很多的答案可能在哪里？可能在《天选系岛》这本书里，邀请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多多阅读。我们今天谢谢我们3位贵宾的分享哦。我们先邀请我们3位贵宾，谢谢我们的社长，然后还有我们的陈良基部长，以及我们的李大东教授，我们邀请他们留下活动的合影，好吗？感谢。